Hello， 大家好，不要叫我小胖子，你们的胖妈妈来了哟。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我回日本已经快半年了。我今天视频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半年我怎么过的，然后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变化，尤其在小孩子教育方面有了什么样的变化。觉得好看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并关注一下哦。那么就开始了。我更新更慢了，我收到好几个催更，原因还是我太忙了，不是找个借口，真的很忙。首先关于这套房子是租的。其实我们离开上海前2个礼拜才找到这边的。本来我们想在东京别的地区找房子，但是没有能够找到合理的房子，换了好几个地区才能找到这套房子的。然后有疫情的原因嘛，看房也要现场了，凭借运气找房子这种方式呢，多可怕呢！所以找房子首先也非常的麻烦的问题。那没有找到房子产生的最大的问题是儿子的学校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址的话呢，无法居民登记。这个居民登记和户口是两码事，就是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住在日本的话呢，所有人都需要的小孩子的学校的信息和地址。居民登记是绑定的嘛？没有居民登记的话呢，没有向区政府报一下学费的补助，真的找房子呢产生的问题多麻烦，大家能想象到吗？而且呢，从上海寄过来的家具呀、家电呀、衣服到日本也很花时间，大概需要了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。日本的房子、家电还有家具呢，都属于租客，这边的家具都是我们自己的。刚回到日本的时候嘛，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家具和家电，连窗帘都没有。日本的网购到货也非常的慢，弄好这个房子也是需要2个月时间吧。全都是箱子。当然呢，不可能把所有的箱子都是打开，所有的东西能放进去。同时呢，查幼儿园呀，接受面试呀，真的匆匆忙忙回国了，真的太忙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学费之类的信息吧。日本的幼儿学校有2种，一个是类似于托儿所的保育园，另外一个是幼儿园。在日本有政府认可的保育园和幼儿园的话，3岁到5岁小朋友的学费都是免费的。我们家长的负担会是教材费、校车费，还有午餐费之类的杂费。我儿子幼儿园的话呢，1个月的费用会是大概250人民币左右，但是这个算是个初步价嘛，这样的话儿子下午2点半就放学了，太早了嘛。如果需要托管的话，另外付费的，大概1天2到3个小时的费用会是20到35人民币左右。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时候，我儿子上中国的国际学校，那里的学费呀、校车费呀、午餐费等等的整个的费用呢，算起来大概1个月7000人民币左右。那相对来说，还是日本公办的幼儿园的费用便宜多了，对不对呢？而且我们虽然住在东京，但是我家附近的国际学校的选择也并不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考虑过让儿子去上国际学校的。结果呢，最近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保持孩子的外语能力这个点。儿子经常跟我讲，我的同学都是日本人，我不说他们听不懂的语言，非常有道理嘛。然后他的中文仍然是能听懂，但是说不出来的程度。
哎呦，太可惜了嘛。然后呢，再想想的话呢，我和老公都会说外语。目前的话，老公负责英文，我负责中文。我们陪儿子玩的时候嘛，一边玩一边跟他多一点说外语，来培养他的外语能力。这个方式呢，虽然特别考验我们对外语教育有多少认真，但是还是作为爸爸妈妈，我们对这个点一定要做好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幼儿园的课程吧。如果我可以把中国和日本的课程对比的话，我感受的是中国是学习为主，日本的是玩为主，这个是我第一感受哈。儿子以前的学校的话呢，老师们给我儿子提供好多学习机会，中文课、英文课、足球课、武术课、舞蹈课，什么什么课。虽然也有了玩时间，但是就是为了轻松放松，主要是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上课时间哈。那我儿子呢，没有运动细胞，但是很爱学习的小孩子。他呢4岁不到已经会写英文的大字母、小字母都会写嘛。然后呢，在公园里见到家长们，来自欧美的家长们的话，他自己跑过去到他们那里说英文来向他们打个招呼，真的是这样的孩子。这个腿踢一腿对 say 哈二对，再来一次，手握紧，手抬起来。I like this one. Motorcycle. But it's so scary. I like train, motorcycle, and taxi. I like lots of vehicle. 那他每次上英文课，老师表扬了他，就满足他的成就感和优越感嘛。那这样的孩子呢，回到日本现在怎么样了呢？在日本的幼儿园，老师特别重视培养小孩子的协调性。最近的话，老师把游戏加到课程里面，经常让孩子玩一下，通过游戏学到怎么遵守规则，好好跟同学配合一下。赢了输了，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呀？赢了当然很开心，但是一定要体谅同学，输了很委屈，也要拜到圆满。玩游戏也以和为尊，好好培养一下情商，这样想的。结果我儿子最近经常跟我讲，我再也不想玩游戏，因为赢不了。我非常懂他的感受，我的基因活在他的脉搏里，他太像我了。我就是爱学习，但是没有运动细胞，动作很慢，我就算是一种小镇做题家这样子的小孩子。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情，是我小时候读保育园，那么保育园每天都有点心的时间，到了夏天，老师给我们吃雪糕。雪糕就是很特别的点心，一年才有1、2次的特别零食嘛。因为小镇嘛，老师跑一趟去小镇唯一的小卖部，买到了店里所有的雪糕，才有了30多少个，香草味、巧克力味也有老人大人才喜欢的豆沙雪糕。更倒霉的是呢，老师呢不管我们小朋友的年龄有多少，让我们各就各位的抢个冰淇淋，结果我每次才能吃豆沙雪糕。还是小孩子很残酷的是，他们不可能帮我们交换个味道，连现在都不喜欢吃豆沙雪糕，因为它是对我来说是书的味道。有这种经历的我特别懂他的感受，他的心情。那么不喜欢做不要做的事情就不用做吗？也不是吧。还是教育的话呢，喜欢的不喜欢的，擅长的不擅长的都要经历一下。经常跟儿子说，非常懂你的心情，但是你再想想吧，如果大家
去学一下英文的话呢，做的最棒的应该是你妈妈知道的。除了委屈的时候，主动把这件事想起来，好好安慰自己，也还是不甘心的话呢，还是得克服一下这个问题，观察一下同学怎么做呀，好好想个战术。怎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？这个方面呢，还是需要帮忙的话呢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妈妈。我经常跟儿子这么讲哈。我目前我家教育情况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天天看到儿子有多少成长，有了什么样的变化，才发现呢，经历了跨国教育的话呢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呢？这个点哈。那么作为家长呢，我还是想掌握一下柔软性的对待儿子这么想的，也想请教一下大家，作为家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尤其是关注双语教育的家长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请评论里跟我分享一下大家的建议吧。这么想哦。はい、ということで今天的视频就这个样子。好，觉得好看的话给我点赞并关注一下哦。那么到下一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